各位棋友大家好，明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2023年8月6日刚刚结束的第5届孟百合杯16强战当中的一盘焦点之战，由韩国申真旭九段之黑对阵李轩豪九段。这两位棋手都是世界棋坛的顶级用功棋手，分别有申公智能和宣公智能之称。双方此前交手4次，战成2-2平。在去年的春兰杯半决赛当中，李轩豪战胜了势头正猛的申真旭，引起了轰动。然而在今年两位棋手的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申真旭在烂柯杯输给了辜子豪，而李轩豪则在春兰杯决赛当中输给了卞相一。此番两人再次相遇，必定都想着战胜对手来使自己的状态回升，一番龙争虎斗就此展开。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执黑的申真旭选择了对角小目开局，白棋引一星小目，之后黑棋二尖守角，白棋挂，黑棋尖，白棋拆2，黑棋马上点掉了白棋的右下角3-3。而接下来白棋挡了之后，一飞的下法是挡一飞九段十分喜爱的下法，他利用这一开局取得了不错的战绩，而考虑到挡一飞对申真旭的历史战绩不错，极有可能赛前李轩豪向挡一飞进行了讨教。我们继续往下欣赏，黑棋在2路拖，白棋单退也是局部最佳下法，避开米氏飞刀。接下来黑棋爬出，白棋再退，下一手棋黑棋回到右边拆边，这也是眼见的大场，既扩张自己右边一带的阵势，又限制白棋下方势力的发挥。而白棋下一手棋一尖守角也是局部最佳下法。此时我们看到这个布局看起来有点像40-50年以前的开局下法，除了右下角的点3-3有一点 AI 的味道，其他的站角、守角、挂角、拆边双方都按部就班。而下一手棋左边是眼见全局最空阔的地方，申真旭选择了在左边直接拆一手的下法，这个拆的位置也十分有趣。 AI 认为拆在此处和往回退一路胜率是一样的，但是变化却完全不同。如果黑棋退回，白棋在此逼住，这样双方画中间这条线而至，平分秋色。而实战当中黑棋选择前进一路，白棋自然马上打入进去，这也是 AI 的一选。这手棋之所以成立，主要的原因还是黑棋左上角小目加二尖跳的这个棋形有一些薄弱。下一手黑棋尖在此处对白棋发动冲击，白棋马上从星位靠腾挪。此时黑棋在上方搬也是局部最佳的下法，双方在这一带几乎招招都是一选。那么为什么其他的下法不太好呢？首先我们看，如果黑棋退，这是软弱的下法，这样一来白棋跳先手，黑棋在拐过的时候白棋贴出，有了上方2颗白子的配合，黑棋这个尖进攻的威力已经大打折扣，这样白棋自然满意。而如果黑棋从下方搬出，想要强行将白棋分段的话，那么白棋可以从角上搬，黑棋断打反击的时候，注意这一带现在是黑棋争子有力，虽然这个地方有2颗白子，但起不到以争的作用。不过白棋顶在此处是先手，黑棋现在如果将白棋吃住，被白棋冲下进行转换的话，显然黑棋这4颗子的损失要更大一些，这样白棋充分可战。所以顶的时候黑棋大致还是要挡住，如此白棋长出，黑棋再打白棋长，黑棋粘的时候白棋长出，这样脚部的这个子如鲠在喉。黑棋如果不断的话，白棋可以在此立下，这一带白棋并非一定要活出这2颗子，如果外围一带通过逼迫黑棋收气完封黑棋的话，那么黑棋此前进攻的这2颗子反而容易遭到白棋的反击，所以这个图白棋不怕。而如果黑棋选择在脚部吃住这颗子，白棋立下，黑棋在贴住的时候，上方一带黑棋依然留有断点，而接下来白棋在这一带拐或者靠在此处也有先手的味道，以后这一带白棋变后依然可以对黑棋的2颗子发动猛攻，这样白棋弃子也是成功的。所以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从上方搬，想要护住角地，白棋扭断继续浑水摸鱼，
黑棋扭十字长一方单退，白棋打完之后爬出，这些下法全部都是一选。黑棋的下一手棋面临着选择，此时万万不能下的是黑棋贪小便宜吃住这颗子，这样反而将吃大亏。白棋再次长出，黑棋挡住，看似黑棋将2颗白子拿下，但白棋顶在此处是先手。这一带黑棋再跳补的时候，白棋还有靠的先手便宜，黑棋自然不能回吃，被白棋先手冲回这颗子，而黑棋再粘，白棋一跳，这样白棋棋形舒展，顺利出头之后，下方的2颗黑子依然有被进攻的风险，同时角上以后还有2一路加的官子手段，黑棋在这一带所获并不多，如此是白棋大获成功的一个图，所以这个不能够考虑。因此实战当中，申真谞九段选择了从上方打，那么这一带黑棋如果不在脚步行棋会怎样？比如说顶在此处，那么白棋就会在此立下。这手棋目数的出入极大，黑棋在挡下的时候已经是后手，如果白棋可以先手活掉这个角的话，接下来回到下方挡住，自然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实战当中，黑棋的打就很容易理解。白棋粘住，接下来黑棋再顶，如果此时白棋挡住，黑棋封住白棋，这一带白棋还需要再补一手，如此黑棋外围厚实，而且得到先手，是黑棋的理想图。所以实战当中，双方一言不合，马上开始了契合的战斗。下一手棋，白棋再次冲出，这一带接下来的下法非常精妙。黑棋拐下分段，白棋夹住，黑棋在一路扳，试探白棋应手。申真谞想要考教一下李轩豪的用功程度，这个地方相信我们很多业余棋友想都不想就会打在此处，然后一虎，角上还有做活的可能，而外围这2颗黑子已经撞到墙上，似乎白棋也可以下。然而如果这样下，就正中了申真谞的陷阱，因为接下来黑棋有在此强行扳住白棋头的下法，这个打的招法反而有撞气的嫌疑。现在白棋在此长出的时候，黑棋可以继续压，如果白棋选择再长，黑棋只需要吃住即可。虽然看起来白棋滚包一圈将黑棋打成鱼形，但现在白棋反而上下为难，上方没活，下方一带的气极紧，这一带铺完之后被打吃，整个白棋将全军覆没，粘住也没有什么效果。黑棋在此扳住，依然有铺了之后打的手段。如此，如果白棋再补，那么黑棋粘先手，白棋粘住的时候，黑棋将脚步吃住。这个图很明显，黑棋大获成功，白棋大损，所以这个不行。那么有些棋友可能会想到，这个时候白棋能不能从上方长出这颗子？看起来黑棋只有2气，似乎已经崩溃。但是由于此前白棋挡和黑棋粘的这个交换，现在黑棋有扑的好手，白棋如果提，黑棋打吃，这样白棋反而被杀。而扑的时候，如果白棋现在从上方粘住打吃的话，黑棋提吃，白棋接下来再打，黑棋再提，白棋再去断的时候，黑棋从下方打出即可。这样我们看到白棋再去提吃，黑棋挡下，黑棋不仅将角上的白棋全部吃住，而且两边都走到，外围的白棋气又紧，而且眼位也不充足，这样白棋这块棋很重，将成为黑棋的进攻目标，如此也是黑棋大优。所以这个地方正确的下法是实战当中李轩豪的这步单跳。李轩豪在这一带的研究同样极其的深入。单跳的区别在于，如果黑棋还是去扳，白棋长出，黑棋再压，白棋现在长就成立了。此时我们看到黑棋在这一带已经无计可施了。如果去挖的话，那么打吃粘住再打，依然是可以将黑棋全部吃住，而其他的下法也都不成立。所以这是这2种下法的区别。那么白棋靠的时候，黑棋马上挖在此处反击，以下白棋打吃，黑棋粘住，白棋双吃，黑棋长，白棋厚实的在中央提花，依旧是招招一选。从布局到现在，双方的下法一选率极高，而且所有的招法都在3选之内。申公智能和宣公智能果然是名不虚传，从胜率上看一直是平稳的一条直线。白棋提完这朵花之后，
接下来又产生了2个好点，一是在上方一带挡住做活，二是在下方逃出这颗子。申真谞如何选择呢？实战当中，他选择了吃住脚的下法，而这个吃的下法，申真谞也在追求更高的效率。他不仅要防止白棋在此做活的手段，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在边上得到一些便宜。但是这个下法同样也有一些风险，风险在于由于白棋的气较长，接下来白棋马上逃出这颗子，这颗子一逃出之后，上方的这颗白子就变得至关重要。一旦这颗白子再逃出，以后如果黑棋被逼着收气去吃这5颗白子的话，那么脚上补一手，这手棋的效率反而就变得不高了。因此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黑棋早早晚晚是要补一手。实战当中，黑棋先在下方长出，白棋顺势爬，接下来白棋和左下角取得联络，黑棋马上向中央逃出，同时也在威胁白棋的6颗子，牵制白棋这颗子的动出。而白棋的招法也同样的精彩，下一手棋象步飞在此处，要求封锁黑棋的同时，也补强自身，随时准备拉回这颗子。黑棋冲，白棋长出，下一手棋黑棋在贴的时候，白棋继续厚实的在中央长，而申真谞接下来马上在上方补了一手，将这颗子逃出的危机化解掉。但这样一来，白棋得到先手，下一手棋拐头也是极为厚实的一手，慢慢左边一带白棋的后卫与右下的后势形成了呼应，黑棋的这块棋需要处理。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5路兼冲的下法，这种下法自然是极损实地，但此时大龙不活，申真谞也别无他法。从胜率上看，此时黑棋胜率 34.8%， 双方依旧是难解难分的一个局面。下一手白棋贴住，黑棋长出，此时白棋在下方飞一手是眼见的好点，也是较平稳的下法，先将空护住，继续威胁黑棋。黑棋大致还是要搬了之后长，护住这块棋的眼位。然而实战当中，李轩豪却没有这样下，下一手棋白棋直接在右上打入，这手打入与此前左边的打入看起来十分类似，然而申真谞接下来却没有敢于选择左边的这步尖。如果此时黑棋尖在此处，要求强行封锁白棋的话，这是应对这种打入常用的手段。看起来似乎右上的2颗黑子也非常的强硬，犹如2位将军把门，想要鲸吞白棋。但如果黑棋这样下，正中白棋下怀。接下来白棋顺势飞出，普通情况下这个飞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棋有在此跨的手段。白棋冲，黑棋断，白棋吃的时候，黑棋打完之后再打，强行将白棋封锁。虽然看起来黑棋的断点极多，但在布局阶段出其无节，白棋自身也十分危险。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左边一带白棋弃掉了这5颗子，在这一带有大量的劫财，加之下方这块棋也没有完全活净，现在白棋可以直接开劫。这个劫一旦被白棋打爆提在此处，那么之前左边和下方的势力将与上方的提花构成一个完美的配置，在右边形成效率极高的一个大阵势，这是黑棋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实战当中受制于劫财，无奈申真谞下一手棋选择了在此飞的下法。当然这也是极高明的一手，如果白棋在这带跟着应，黑棋就可以考虑在这带飞，对这颗白子发动猛攻。但李轩豪也识破了申真谞的意图，下一手白棋针锋相对的尖出，以下双方各行其事，黑棋挡下。从上方看，白棋的拆2被黑棋割裂，白棋损失惨重。但是我们回到全局看，白棋得到先手，而且将这颗子分段，整个右边及中央一带白棋的阵势终于是成型了。下一手白棋马上在下方顶掉定型之后，厚实的压制住了这颗黑子。而申真谞接下来选择了在脚步立的下法，但是决议对于这手棋却有不同的意见。决议认为，随着中央一带白棋的变厚，左边这块黑棋
依然存在着缺陷。此时黑棋应该补一手，一选是拐在这个地方，既限制下方一带白棋成空，同时也增加自己的出路和眼位。那么如果不走会怎样呢？白棋此时有再次冲的严厉手段，黑棋如果挡住的话，白棋可以再次加。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黑棋如果挡住，白棋有打了之后粘的手段。黑棋再顶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同，白棋可以粘住，这一带始终有一个冲段。如果黑棋拐下，白棋可以加，黑棋已经不能再走，否则这一带被白棋一冲，黑棋的气极紧。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最终黑棋被逼着连回的话，白棋度过，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黑棋的眼位将被悉数破坏掉。所以决议认为，在白棋拐的时候，黑棋扳被夹已经不好下。如果黑棋粘在这个地方，那么白棋接下来就可以在下方继续飞，这一带同样也起到了破坏黑棋眼形的作用，而且白棋也顺势在围控。所以决议给出的一选是白棋拐出的时候，黑棋脱先不理，白棋再扳，黑棋长出，接下来白棋再跳的时候，黑棋可以在这一带拐下，这样白棋将左边几颗子吃住，收获还是极大的。当然白棋也可以考虑直接贴住，继续扩张自己的中腹，这样都是白棋较为主动的局面。但申真谞立在这个地方也有他的考虑，我们此后很快就会看到，如果白棋跟着应，那么无疑黑棋先手便宜，而如果白棋不应，黑棋不是简单的在这一带破空，而是要直接动出这颗子，将右边的白空洗劫一空。两大智能现在落入凡间，进行了人类思维的较量。我们继续来往下欣赏下一手棋，李轩豪针锋相对，你瞄着破我的空，我还盯着将你的空连根钻掉。白棋扳在此处，黑棋扳住，白棋在乎。黑棋打的时候，白棋其实此时最强的下法是直接在此做劫，劫财依然是白棋有利，左边一带始终是黑棋的一个隐患。但实战当中或许觉得自己形势不错，李轩豪没有打劫，而是选择了粘住的下法。黑棋粘，白棋冲完之后尖在3-3做活，同时威胁黑棋外围的断点。此时双方的胜率回到了彻底的5-5开，白棋51%。下一手黑棋选择了更远一路的大飞来护住这个断点，本手自然是再次小飞，但是梦百合杯采用中国规则，多贴一目的压力使得黑棋的负担要更重一些，所以黑棋追求更高效率也在情理之中。而白棋接下来马上跟着大飞了一手，继续威胁这一带各种的余位和断点。黑棋自补一手，白棋下一手棋继续加速，再次大飞。虽然看起来黑棋有再次靠等等的手段，但是上方一带黑棋也漏风。李轩豪在这个地方度的拿捏也十分的巧妙，在试探申真谞的底线，你是想跟我对着围，还是咱俩对着破？下一手棋黑棋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先前黑棋立在此处就是瞄着这一手棋，同时这也是对于白棋这手棋的一个回应，双方开始对着破空。下一手白棋再次长出，防止黑棋再次虎，而接下来黑棋再一跳，这一带白棋已经不可能再吃住黑棋。李轩豪的选择是飞在外围封锁住黑棋，黑棋尖与脚步取得联络，下一手棋得到先手，李轩豪在上方将白棋的阵势打掉。当然此时白棋最严厉的下法还是应该对黑棋发动冲击，毕竟白棋右边一带变得更厚了，但双方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白棋在上方跳入，黑棋下一手棋补了一手，然而这手棋或许是申真谞本局的败招，因为此手使得黑棋的胜率从70%左右直接跌至了20%。这手棋的初衷自然是为了补强这块棋，防止白棋在这一带长出各种搜刮的手段，同时黑棋补强之后也有后发制人，以后在中央一带动手追究白棋联络上的薄位，伺机破空，看起来也是稳健的一手。
然而由于左边一带黑棋十分的厚实，加之脚部的白棋并没有完全安定，黑棋在脚上还有各种先手的借用，即使不补，这块黑棋也罪不至死。然而左下的这块黑棋周围却已经被白棋重兵围困，黑棋在上方的这步还手被李轩豪敏锐地抓住，他终于发现了下方的要点。下一手白棋拐在此处，申真谞看到此手自然也是心知肚明，这种级别的棋手很多招法往往都是隔着一层窗户纸，有的时候想不到，但只要走出来他们马上就会意识到问题。但此时黑棋也没有选择，现在黑棋再去弃掉这5颗子，形势已经大差。实战当中黑棋选择强硬的扳住，准备硬扛白棋的这一家。然而李轩豪接下来的选择却让申真谞差了点闪了自己的老腰。这一带李轩豪想必也料定申真谞已经准备了各种的拼命手段，实战当中他保留了这个家的变化，下一手棋先在下方飞，拿住空，静观黑棋动向。李轩豪并没有孤注一掷的一定要将这块黑棋赶尽杀绝，因为这样自己身的风险也很高。从后续招法看，白棋的态度似乎是想让黑棋在中央一带逃出，白棋顺势将中腹的潜力确定为失控。下一手棋果然黑棋在此扳，扩大眼位，白棋顺势扳住，黑棋顶，白棋挡。从这些招法也可以看出，申真谞在想尽一切办法化解这一带白棋对于棋形的冲击。接下来黑棋长出，白棋在左上靠了一手，而这手棋以及后续的套餐手段是本局最为精华之处。在这个地方，李轩豪对于轻重以及左边这几颗子的把握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那么白棋靠在此处是何意呢？此时如果黑棋在这一带退，那么白棋自然是便宜了，这个地方的口已经慢慢封住，这样对于白棋而言，先手靠到一下当然满意。而如果此时黑棋挤在此处的话，白棋就可以从左边打吃完之后看清4颗子，在中央挡住，这样白棋也达到了封住中央空的目的。而我们此时就会看到，先前黑棋这块棋没活的时候，这4颗子是棋筋不能弃，但李轩豪通过之前的操作并没有去加强行破野，反而让黑棋做活之后，使得这4颗子变轻，整个中腹一带白棋的潜力进一步膨胀，这样也是白棋满意。因此实战当中，申真谞在这一带最终选择了在上方扳棋的下法，但这一切都在李轩豪的计算当中。下一手棋白棋断了上去，这2手棋都是一选，而且一举锁定了优势。那么这手断的严厉性体现在何处呢？此时黑棋如果在此粘住的话，白棋团住即可。让黑棋郁闷的地方在于，这个地方黑棋依旧是突破不了白棋的封锁线，如果黑棋打白棋就粘，黑棋此处有断，而现在不断，白棋打吃是绝先，黑棋要粘，否则脚部的5颗子将逃出。而黑棋再粘的时候，白棋贴住收气，黑棋再打，白棋收气，局部是个倒扑，这样这盘棋就结束了。所以黑棋粘住的下法不成立。那么黑棋如果在上方打怎样呢？白棋打这个是先手，黑棋提，下一手棋白棋就简单长出。我们对比先前的棋形，这个地方原本漏着风，而短短几招之间，白棋在这个地方却轻松地围出了10多目棋，而黑棋在这一带几乎是一无所获，这样白棋也是大获成功。所以实战当中，申真谞长考过后，下一手棋选择了在此长出反击，但白棋打吃先手，黑棋再打的时候白棋提吃，由于气紧，这一带白棋还要冲回，黑棋不得已只好再补一手，这样一来白棋在这一带再度先手便宜了。而获得先手之后，下一手棋白棋回到上方一带尖了一手，这是对于黑棋这手虎的一个回应，黑棋的冲击手段已经不复存在。如果白棋在中央全部成控，这盘棋黑棋难以争胜。所以接下来
申真谞也开始释放胜负手。下一手棋，黑棋先再次冲，白棋自然扳住，然后黑棋再次靠出，这也是非常精妙的手段。申真谞在这一带给李轩豪挖下了一个大坑。白棋如果没有察觉，随手再次强行将黑棋扳断的话，将正中黑棋下怀。黑棋冲，白棋打，黑棋长出。接下来白棋再粘，看似将黑棋切断，但是此前黑棋做的种种准备工作全都发挥了作用。下一手棋黑棋在此一断的时候，这个空中出棋已经不可避免。首先这一带黑棋打完之后一打，可以将这2颗子吃住，这样白棋难以接受。而现在如果白棋在右边一带先冲，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那么白棋如果去吃住这颗子，黑棋打吃先手，白棋长，黑棋再一打的时候，白棋同样陷入了困境。这颗子被吃，整个右边将被黑棋全部拿下，这个白棋不行。但是如果白棋在这一带硬，黑棋吃住这2颗子，同样也突破进了白棋的空中，这样也是黑棋大获成功。但李轩豪的状态也非常的好，面对黑棋挖下的陷阱，白棋轻松识破。下一手棋虎在了上方，防住了这一带黑棋断了之后打的手段，同时黑棋上方整块棋依旧存在着保卫。但此时黑棋也顾不上这些，下一手棋的扳断不能让白棋走到，黑棋接下来尖在此处破空。白棋下一手棋再次打吃，破坏黑棋眼位，威胁黑棋断点。黑棋接下来联络，白棋长先手，黑棋在粘的时候，白棋下一手棋在上方跳了一手，此手不仅将这一带黑棋成空潜力破掉，同时随时瞄着逃出这颗子，整块黑棋的眼位并不充足。实战当中，黑棋下一手棋马上在脚步扳定型，寻求扩大眼位，白棋挡住，黑棋粘，白棋接下来做眼活棋，白棋挤完之后，下一手棋又瞄着这一带点继续破眼的手段。实战当中，黑棋在2路补了一手，但这样我们看到整个这一带的转换，虽然黑棋将白棋右下中腹一带的空破掉部分，但是上方一带白棋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黑棋原本看起来补一手非常厚实的一块棋，现在依旧没有完全安定。此时黑棋的胜率仅剩 1.6%， 盘面大约领先2目棋。当然对手是申真谞，李轩豪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而且在此前的春兰杯决赛当中，李轩豪2盘棋都是在中盘占优的情况下，官子阶段被变相一逆转，所以接下来李轩豪依旧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的收着官子。下一手棋白棋再次挡下，这也是眼见的大棋，黑棋在脚步扳，白棋做活。接下来申真谞面临着选择，就右边而言，黑棋再次尖一手是极大的一手，一来防住了白棋这一带的冲，同时也将右上的这块黑棋彻底联络，再没有被搜刮的风险。然而这样一来，白棋在中腹一带围一手，这个地方白棋全部成空，白棋依旧手握着优势。实战当中，申真谞选择了再次冲，先破坏白棋中腹潜力，但白棋自然就不会再让黑棋走到右边。下一手棋黑棋在下方飞，白棋并一手护住空，黑棋接下来再冲，白棋挡住。黑棋一边在此定型，一边思索着中央的破敌之策。最终申真谞下定了决心，眼看第一波的胜负手没有取得成效，下一手棋黑棋马上在中腹断了进去，白棋长出，这颗黑子暂时无法直接逃出。而接下来黑棋的下法就是为营救这颗子做各种准备。下一手棋黑棋先在下方点，白棋粘护住断点，然后黑棋再跳，威胁这一带白棋联络的缺陷。白棋厚实的刺一下之后尖联络，而左右有了接应之后，下一手棋黑棋再次长出，准备一来要救回这颗子继续破空，同时也瞄着整块白棋没有完全活净，随时对白棋进行搜刮的手段。此时在天元围棋频道直播讲解的王浩洋老师和在抖音直播的胡耀宇八段做出的判断惊人的一致。如果这一带
白棋能够围出10目左右空的话，大概是白棋领先5目棋左右，计算上贴目。所以申真谞似乎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将这一带白棋的空破掉，那么黑棋就有逆转的希望。而接下来白棋下一手棋坚在此处，反过来威胁黑棋联络的缺陷，伺机吃住这颗子。黑棋贴住，白棋再拐拿捏黑棋棋形。黑棋虎住的时候，白棋利用这一带长的先手，下一手棋直接靠在此处，最大限度的鲸吞掉这颗黑子，这也是 AI 的一选。此时白棋胜率 98.7%， 黑棋盘面领先2目棋左右。下一手棋申真谞也不甘束手就擒，从左边搬出，一来继续威胁白棋这块棋，二来也伺机在这带打完之后将这颗子联络，考验李轩豪的神经。而李轩豪的态度依旧强硬，白棋直接将黑棋切断。下一手黑棋打吃，白棋长出，黑棋再去打的时候，胡耀宇八段的意见是这手棋打不到，此时白棋可以从下方打吃，黑棋如果粘，白棋再粘，那么黑棋不仅没营救出这颗子，反而又搭进去一个，这一带这颗黑子暂时也无法逃出，这样自然是白棋大获成功。而现在如果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提吃，白棋可以将2颗子吃住，黑棋再提，白棋虎在此处先手，黑棋吃住的时候，这一带白棋也已经确保联络，那么先前黑棋在这一带做的交换也是损的，这样白棋依旧确保着优势。但实际上决议看来，白棋粘住也是异常稳健的下法，是决议的一选。下一手棋黑棋自然连回，而白棋也没有敢于去冒险，接下来后势的打吃了一手，确保右边这块棋与中府的联络，这样这一带申真谞的冲击被化解。此时白棋胜率 99.6%， 黑棋盘面领先3目棋左右。下一手棋黑棋从右边立下，这也是眼见的大棋。此时决议认为白棋最简明的下法是在中央先手提吃之后，下一手棋回到上方提吃这颗子。这手棋不仅目数极大，而且白棋提完之后黑棋的眼位遭到了破坏。接下来黑棋长先手，白棋粘住，下一手棋黑棋再次冲，白棋搬的时候黑棋拐先手，然后再次加过，这样依旧是白棋简明优势的局面。但李轩豪似乎想要追求更高的效率，他看到了黑棋再次冲的下法，实战当中白棋再次挡下，瞄着接下来在上方加的手法。决议认为黑棋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应该粘住吃住这2颗子，即使加过来，黑棋搬在此处，白棋打黑棋打，白棋提吃，这块棋做活总没有问题。下一手黑棋可以在上方打，白棋打黑棋提，白棋再打的时候，黑棋还可以考虑在上方一带继续开劫。然而时间紧张的申真谞来不及仔细思考，下一手棋黑棋单并了一手，这手棋虽然将自己的棋形补好，但是白棋先手挡到一下，自然又便宜了一些。下一手棋白棋依旧没有提吃这2颗子，接下来在中央先手提吃，黑棋粘住，白棋下一手棋从左边长了一手，这手棋被胡耀宇八段认为是一个失误，但实际上从后续李轩豪的官子收数来看，在这一带他下了一盘大棋。在春兰杯输给卞相一之后，他似乎也针对自己的弱项进行了训练和强化。这手棋之所以被认为是亏，是和黑棋的这步并交换之后，使得黑棋挤在此处成为了先手。原本黑棋挤白棋粘，接下来白棋有再次加的手段，现在多了这颗黑子，加的手段消失，而黑棋能先手挤到一下，跟逃出这颗子关系密切，我们一会儿也会看到。下一手棋白棋在下方顶，李轩豪依旧执着的没有去提吃上方这颗子，但从后续看，这一带明月认为李轩豪的下法也是非常精彩的。决议虽然认为一选是提吃这颗子，但靠在此处胜率并没有降低，目差也没有变化。那么这手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黑棋顶在此处，将左边彻底安定，而白棋下一手棋再断一手，试探黑棋。
黑棋选择了在下方打吃，在上方打也是大同小异。现在白棋长出这颗子，这一带黑棋已经无法再强行去冲断，而黑棋搬，白棋就粘住。下一手棋黑棋在此长出的时候，白棋可以断。这样我们看到白棋不仅将这块棋全部连回，而且这个局部目数上也有所收获。那么多了这一条路之后，等于是和吃住上方这颗子形成了一个键合，这两个点白棋必得其一。而李轩豪还制造了另外一个键合，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去提吃这颗子，是因为他认为白棋在此提吃和黑棋在边上拆也是键合的，黑棋如果粘，白棋也可以在边上拆过来。既然这两处官子都是键合的，那么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争夺。我们继续往下欣赏，实战当中白棋的下一手棋抢到了右边的最后一个大官子，这两处任由申真谞做出选择。此时黑棋如果挤，白棋粘住，黑棋尖在此处，白棋冲，黑棋冲的时候白棋打，黑棋可以吃住这两颗子。这就是先前我们所说黑棋在这一带挤成为先手，白棋会稍亏的一个原因。但是考虑到下方白棋也可以将这颗黑子吃住，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双方还是斗了一个旗鼓相当。实战当中申真谞最终选择了在下方补一手，威胁白棋这块棋的死活，而白棋马上贴一手将这颗黑子吃住。接下来黑棋粘，白棋就在上方拆，一切尽在李轩豪的掌握之中。此时白棋胜率 99.1%， 黑棋盘面领先4目棋左右。下一手棋黑棋靠下，这是申真谞最后的胜负手，但这种级别的手段已经难不倒时间充足的李轩豪。接下来白棋在上方搬，黑棋强硬搬的时候，白棋打了之后一粘，这一带我们看到黑棋上方这颗子需要逃出，而黑棋爬回的时候，白棋贴紧黑棋的气即可。申真谞在这一带忙活半天，所瞄准的是下一手棋靠在此处，一来瞄着继续破空，同时也伺机逃出上方的两颗子。白棋此时只需要简单的虎一手，就可以防住黑棋的这手棋。而李轩豪在虎之前，先在上方搬交换了一手，黑棋粘住，接下来白棋虎。黑棋冲的时候，白棋务必要小心，这个时候不能随手冲，否则被黑棋在此断，上方的打吃变得极严厉。而白棋如果再补一手，黑棋连续打吃之后将大龙切断，这样我们看到整体的白棋大龙不活，而下方一带并没有什么出路。这个结果黑棋将瞬间逆转，但可惜李轩豪依旧没有中计。下一手白棋后势拐过，黑棋连落，白棋接下来回到右边冲击黑棋，黑棋挡住的时候，白棋从一路搬先手收官。虽然黑棋的长是先手，但白棋一一应住，此时依旧是盘面黑棋领先3目的样子，贴目困难。下一手棋黑棋挡住，白棋粘，黑棋补住断点，白棋接下来粘回这颗子，黑棋在一路立下收官，白棋下一手断，黑棋跳寻求联络，白棋接下来顺势长出。这一带以后随时瞄着在此挤的手段威胁此处的挖断。而黑棋下一手棋先挤白棋，白棋粘，黑棋再补一手，白棋挡住，双方进入了小官子的争夺。此后虽然双方的官子收束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稍有出入，然而李轩豪领先3目棋的形势，使得申真谞始终找不到逆转的机会。双方在上方一带形成结争，而李轩豪判断清楚形势之后，下一手棋粘在此处一锤定音。申真谞看到本局难以逆转，遂投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韩国媒体报道的申真谞认输时刻以及双方复盘的画面。 비록 신재서 선수가 이대고 좀 이기가 힘든 상황이긴 한데 그래도 오늘 이제 리샤나오 구단의 대국을 본다면 앞으로 이제 그 리샤나오 구단과 대국하는 한국 선수들은 그래도 이 후반전으로 미세하게 후반전으로 가는 전략이 좋은 전략이지 않을까 이런 생각이 드는
한 판이었습니다. 네, 자 신진서 선수가 돌을 거뒀습니다.赢下本局，李轩豪为中国队扫除了本次孟买河杯的最大障碍，而其他几台也发挥神勇，最终我们中国棋手包揽了第5届孟买河杯的8强。本局双方在布局阶段展现出了高超的棋艺，但是在中盘战斗当中，孙承旭在上方一带的这步虎稍缓，结果被李轩豪抓住机会，祭出了一套精妙的靠了之后断的组合拳，一锤定音。此后虽然申真旭也竭尽全力的搅乱局势，但李轩豪没有再出大的错误，可以说是一盘完胜之局。也期待着李轩豪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能够磨练自己的心性，拿下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这盘棋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下个视频再见。